现在呢，我们来示范呢，我们那天从那个山上的原始森林里面呢，所拿下来这个腐殖土，在这里面你所看到呢，有很多碎碎的、细细的这个它的根，还有一些碎木，还有一些那个树叶，所以呢，它不是地球的那种黄黄的表土，它是落叶形成的腐殖土。那落叶呢，它能够形成到这么细的黑黑的土呢，它需要很多元的微生物菌呢，来一起附着它的上面呢工作。那经过一段时间呢，经过土壤还是雨水呢这些水汽的这个浸泡呢，然后它就在差不多6个月到1年的时间呢，它就可以分解成这样细细的腐殖土。那我们在培养微生物菌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方法就是说，你只需要用1把的腐殖土，再加上呢1公斤的不管是碎米或是黑糖或是糖蜜呢，就可以来培养这个里面的微生物菌。所以今天这一把土，不管它是从哪一个山、哪一个森林，还是说附近的山丘你所找到的，只要这个地方10年、20年的时间没有喷过农药，它没有被破坏过，那么你都可以拿得到这样子的腐殖土。所以我们在农田上去增加这个微生物菌的多样性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是在喷农药，你还是在撒除草剂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呢，来慢慢的改善你的土壤的状况。那同时你在耕作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用它来分解你农田还是稻田上面的稻杆、小麦杆、玉米杆，还有那个蔬菜的菜叶。所以呢，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放一次微生物菌水，在成长的过程呢，你也可以再加一次，放到它的根部。那在种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在收成之前还可以再加一次。所以你的农田如果在1年的耕作期间，你放过3次、4次的微生物菌水，不断的补充，那么你的这个你的土壤呢，它就会逐渐的、慢慢的恢复它的一个健康状态。同时，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菌增加的时候呢，它会带来更多的土壤的那个小生物会形成一个生态圈，那么这个整个的土壤的生态就会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态状况。这个腐殖土呢，这样是1把，这样是1把腐殖土。我们用1把腐殖土呢，就可以来培养到第3轮的话呢是8000公升。好，我们现在把这把腐殖土呢放到这个20公升的水里面，然后呢，你在培养微生物菌的时候，你需要食物，它的食物呢就是1把的米糠，1把的米糠。然后呢，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呢，也需要给它碳水化合物，就是呢1公斤的糖蜜，你把它倒进去。好，然后呢，再用棍子，干净的棍子呢，把它搅拌一下。我们搅拌之后呢，最好呢，我们是用那个布呢来覆盖，因为呢它能够透气，我们需要呢比较多的氧气。同时在培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是每天去搅拌一下，或者你有空气气泡机呢来打空气。你如果需要更多的耗氧菌的话呢，你就可以用空气气泡机来打。这一桶呢，我们是要试验的，就是不同的做法。就是我们刚刚呢用的是糖蜜来做，那糖蜜呢有的地方呢不容易取得，但是呢我们在很多地方呢你可以找到这个黑糖，你用黑糖呢来替代糖蜜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20公升的水呢，里面呢加入1公斤的黑糖。当然是黑糖的养分会比白糖要好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用黑糖来替代这个糖蜜。但是你如果在没有黑糖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现在居住的这个社区还是这个农村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取得黑糖，或是对你来讲黑糖呢也很贵的话呢，那么你怎么样？你可以用你拿得到的就是地瓜、树薯、马铃薯，把它煮熟之后呢，它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就是说来培养这个1把土里面的这个微生物菌好，现在呢，这个黑糖搅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就是1把的山上的腐殖土呢，我们把它倒进去，你看它非常的黑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抓1把的米糠，1把的米糠呢，它是从糙米要磨成白米的时候呢，它所脱落的这个粉末，它呢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那这个是提供养分，让微生物菌呢可以在里面呢就是成长。
那基本上如果说是在台湾这个热带地方呢，夏天只需要7天，或是到10天，冬天呢可能到14天呢，那么它就可以完成。在培养的过程呢，你会看到，当它在吃那个糖蜜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气泡产生。等到你看到这个表面上都没有气泡的时候呢，这个糖蜜已经吃完了，这个微生物菌呢也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同时呢，你要先了解，就是这个微生物菌呢，它是活的，它每天呢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消长。也就是说，你刚刚培养完的时候呢，可能是有这些微生物菌的量，还有这些种类。可是呢，强势的菌种呢，有的时候呢会去消灭弱势的菌种，所以你在给它不同的条件，还是说你放的时间比较长或是比较短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微生物菌呢它是会消长，所以它的微生物菌的含量跟种类呢是会有变化的，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上个星期呢到泰国靠宽 Foundation 基金会去参访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又学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当地呢，因为天气呢很潮湿，常常下雨，所以他们在农田啊常常会有看到一个小土堆呢鼓起来，里面呢其实就是白蚁的这个巢穴。后来呢，他们就发现呢，把这个白蚁的巢穴呢拿回来，把它打碎之后呢，可以替代森林的腐殖土，可以来培养里面的微生物菌。而且这样子的微生物菌呢，其实它也非常的好，它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找到了这个白蚁的这个巢呢，把它捣碎之后呢，我们也来用这个方法呢再实验一下。同时呢，他们在培养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发现他们不用糖蜜，也不用黑糖，他们是用那个碎米，用碎米呢来提供这个养分呢，就是让这个白蚁穴里面的这个微生物菌呢来成长的话，其实它的效果呢更好。同时做完以后呢，它的效果还是跟我们在刚刚示范的这个微生物菌水呢一样的，就是拿来呢，你可以继续呢来做易肥，比如说你把鸡蛋、厨余、青菜果皮还是豆渣呢都放进去呢，也是浸泡30天的这个方式呢，来做这个液体的这个肥料。好，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哦。这个就是白蚁的巢穴，这个是碎米。好，我们现在把这一把的这个白蚁的搅碎的巢穴呢，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替代呢那一把的腐殖土，替代那一把的腐殖土。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碎米呢，你可以煮过，或者呢把它煮成饭，或者用生米呢放进去呢，一样可以提供养分呢给这个白蚁穴里面的这个微生物菌呢，成为它的食物。来，我们把它倒进去。好，我们把它搅拌一下。把这些材料放进去，要培养那个微生物菌水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说有苍蝇啊来这边产卵，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旧的那个毛巾布啊布料呢，把它覆盖起来。覆盖起来呢，就是说虫也可能会爬进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绳子呢把它绑起来。像这样子的覆盖的话呢，就是很确定呢，虫子不会进来，同时呢，它又很透气哈。那如果说你这个最好呢，就是放在室内，像这样子谷仓呢，阴凉的地方呢来制作。那如果说你还有那个盖子的话呢，你同时呢可以把这个盖子呢，就是轻轻的呢盖上去，这样子就可以了，不需要把它盖满，因为呢，你需要有这个氧气呢来培养里面的真菌，就是好氧菌。那这样子的话，你在里面的话呢，就是它不管是什么样的微生物菌呢，它都有机会呢，可以公平的在这里面成长。